尼古拉斯凯奇2024最新恐怖惊悚片《长腿怪》横跨30年，连环杀人魔犯下10宗灭门惨案。故事开始，凯叔饰演的长腿怪盯上了目标。在一个白雪皑皑的早晨，他来到小女孩的屋外，见到有陌生人来访。女孩好奇地出门查看，可来到门前，车里好像并没有人。紧接着，凯叔学着布谷鸟叫，将女孩引到了后院。看着怪叔叔的样子，女孩倒是非常淡定。可想而知，长腿怪后续会做什么。时间回到现在，作为联邦的菜鸟警探，小爱接到了外出执勤的任务。领导友情提醒对方随身携带武器，而且不太可能乖乖就范，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持戒备。第一次外出执行任务，两个菜鸟显得非常紧张。为了缓解彼此的尴尬，男同事让小爱留在外面等，他单独上门进行调查。没过多久，男同事就谎称完成了调查，不过小爱却认为他们走错了房子。男同事略显尴尬，只好硬着头皮走到屋前。结果刚说明自己的身份，对方就将他一枪爆头。这一幕直接把小爱吓得手足无措，他赶紧掏出武器自卫，但碍于自己的职业操守，他还是鼓起勇气冲进了房间。看得出来，小爱全程非常紧张和害怕。经过细致的搜查，他最后在楼上的房间挡获了嫌疑人。不过对方并没有做出激烈的反抗，而是选择了束手就擒。此事过后，小爱接受了心理创伤的评估。测试的过程中，小爱略显茫然，但好在最后他通过了测试。紧接着，他跟了2名老鸟外出办案。他们眼前的房子曾经住着4口之家，但在2个月前，他们都在里面被人谋杀。女探员表示，严格意义上讲，是父亲杀了家庭成员，然后自杀，尸体上留下了一封信。他们用奇怪的编码书写。根据资料显示，在过去的30年里，有10个家庭遭遇这样的不幸。老黑推断，署名长腿怪的人胁迫了家庭里的父亲。到目前为止，他们并不知道对方是谁，于是揪出幕后的长腿怪，则成为了他们的首要目标。小爱的第6感在之前的事里出了名，所以老黑让他接触了长腿怪的相关资料。根据小爱的分析，他很快发现了案件的一些共通点。这些家庭都有一个女孩，并且他们的生日都是14号。小爱的表现让探员非常满意，于是老黑让他做进一步的调查。随后，小爱对相关案件进行梳理，并尝试破译这些奇怪的编码。经过小爱的整理，他有了一个初步的判断：没有强行进入的痕迹，而且凶器都是家里的东西，例如刀具或者铁锤。证据表明，长腿怪并没有去过那些房子，而且还不是直接动手的人。那他是如何做到的呢？小爱认为长腿怪或许还有帮手，当然这些仅仅是他的推断，并没有实质性的证据来佐证。为了这个案子，老黑也是伤透了脑筋，在酒精的麻痹下，他又浑浑噩噩过了一天。事后，小爱开车把老黑送回了家，在对方的邀请下，他到老黑的家里坐了坐。当看到家里的小女孩时，小爱流露出一丝不安的表情。女孩接着把他拉到屋里聊天，提到现在的工作。小爱并不是由衷的热爱，而且如今的经历还让他有些焦虑。让小爱惊讶的是，女孩竟然邀请他参加自己的生日派对。小爱隐隐觉得不安，难道女孩的生日也是14号？回到家时已是深夜，长夜漫漫，无心睡眠。越是深入长腿怪的案件，就让他越发感到焦虑和恐惧。为了缓解压力，小爱在电话里和母亲聊了2句。就在这时，他家的房门突然被敲响。紧张的小爱来到门口，透过窗户，一个人影正在黑夜中消散。为了确认对方的身份，他还是冒险追到了屋外。殊不知，就在他离开屋子后不久，对方已经悄悄潜入了家里。小爱似乎用膀胱瞥见了对方，他赶紧回屋进行排查。紧张的他大口地喘着粗气，难掩心中的恐惧和不安。桌上的东西让他瞬间呆住，万万没想到，长腿怪竟然留下了一封信，并且让小爱在14号生日当天打开。紧接着，他小心翼翼打开了信封，里面是一张用代码书写的生日贺卡，而且上面的墨迹还没干。也就是说，这封信并不是长腿怪提前写好。贺卡的封面让小爱灵光乍现。紧接着，根据代码中的相同符号，小爱很快破译了信的内容。长腿怪预判他能破译代码，并表示会用残忍的方式把他妈妈的血放干。突然的电话打断了小爱的思绪。原来警方接到报案，又一个家庭惨遭长腿怪灭门。第2天，小爱急急忙忙赶到案发地，现场同样留下了一封信。长腿怪讽刺他们已经来晚了，男主人在车库被发现，致死伤相是自杀所为，其他家庭成员则全在床上，死亡时间大约在1个
个月前，遇害者中同样有一个10岁左右的小女孩担心自己的母亲，忙完工作，小爱就给她打去了电话。只不过母女俩的关系感觉并不好，交流中处处都是小爱对母亲的回避。根据此前的经验，小爱很快梳理出代码的口诀，她第一时间将线索汇报给老黑。根据作案的时间，长腿怪并不是随机作案，而是有一个类似三角的算法。以往的信件中反复提到一个地方，那就是卡姆家的农场。该案发生时，老黑还在大学里读书，卡姆杀了自己的妻子以及拜访的牧师，他的女儿当时在学校，所以才侥幸逃过一劫，并且作案时间与女孩的生日相隔6天，刚好印证了长腿怪的三角算法。小爱认为卡姆的女儿很可能看到了长腿怪，目前卡姆的女儿还活着，只是被关到了精神病院，这个线索无疑非常重要，所以老黑决定立马展开调查。两人首先赶往了卡姆家的农场，这里也是长腿怪做过标记的地方。破旧的农场内并没有太多显眼的东西，但墙上明显留下了长腿怪的标记。在标记的指引下，他们很快在空旷的场地内发现了一块十字架，标记的下方是一个暗格，打开一看，里面竟然放了一个假人。根据法医的勘验，假人除了头发是人的，其他都是手工制品。假人的头部装了一个小球，在金属的作用下会发出奇怪的噪音。原来长腿怪利用催眠的方法给受害者洗脑，而卡姆的女儿小红就是其中之一。当两人来到精神病院时，院长告知小红在2天前突发紧张症，她在这里待了8年，从来没遇见过这种怪事。昨天小红来了一位访客，就像有人拨动了开关，神志不清的梅姨突然就清醒了。当时院长不在场，所以他并不知道对方长什么样。寻访记录显示，对方冒用了小爱的名字。随后小爱与小红进行了短暂的交流。根据小红的回忆，她的母亲并不喜欢她，而且还经常拿假人出气。她认为自己的父亲是个好人，不仅杀掉了拜访的神父，而且还替他解决掉了母亲。提到昨天的访客，小红满脸兴奋，甚至愿意为他杀掉这里的所有人。当提到洋娃娃时，小红的话让他错愕，对方认为他忘记了自己婊子的身份。让老黑不解的是，长腿怪为什么要在20年后拜访受害者？难道就是为了在登记表上留下小爱的名字？小爱认为他们肯定遗漏了什么，并认为受害者遭到了某种催眠。紧接着老黑提到了他的母亲，原来在小爱只有9岁的时候，他的母亲在小爱生日的前一天报过警，说是一个长得又高又白的人闯入了家里。难道说小爱在小的时候也被长腿怪催眠了？老黑想要询问这段记忆，但小爱却表示完全不记得。在老黑的示意下，小爱回到了母亲的家里，希望他能从母亲那里得知关于长腿怪的信息。见面后才知道，小爱母亲的精神状态并不好，而且经常靠药物麻痹自己。紧接着小爱追问了他9岁发生的事，但母亲并不想谈及这段往事。在他的坚持下，母亲告诉他所有的东西都原封不动的在他房间，或许小爱能在房间里找到想要的答案。回到自己的房间，小爱翻起了小时候的百宝箱，这些老物件很快勾起了他的回忆。在一堆照片中，里面竟然有一张拍到了长腿怪。小爱的记忆被瞬间拉回过去，原来她就是故事开头的那个小女孩。发现有陌生人接近，母亲当即进行了阻止，长腿怪不为所动，反而怪异的唱起了歌曲。有了嫌疑人的照片后，警方立即对长腿怪发出通缉。很快警方就在一条乡村公路上将凯叔逮捕。让警方疑惑的是，凯叔被捕后，他却想要见到小爱，而且不断唱着献给小爱的生日歌。疯癫的举止让警方一度怀疑凯叔的精神有问题。虽然在他的行李中塞满了用代码写的日记，但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凯叔杀过人。日记中有一段启示录的描述，小爱认为凯叔一定是得到了某人的帮助，或许是个孩子，或者是受害者认识，这样他才能获取被害人的信任，从而进入到被害人的家中。根据凯叔提到的算法，13号应该还会出现一个受害者。女探员表示，今天就是13号，而且长腿怪就在牢里。小爱坚信凯叔有一个同伙，或许他会在外面实施行凶。为了解开心中疑惑，小爱主动找了凯叔。见到小爱后，激动的凯叔泪流满面，紧接着他的言语充满了癫狂与痴迷。小爱追问他共犯是谁，疯癫的凯叔再次提到了卡姆家的农场，这让小爱误以为卡姆的女儿是他的共犯。凯叔并没有正面回答，而是提到了两人的第一次见面。小爱痛恶这种感觉，咒骂凯叔一辈子都要在监狱里度过。凯叔表示，这里并不是他的结局，而故事才刚刚开始。小爱想要知道的答案，现在就藏在他母亲的嘴巴里。话音刚落，凯叔将头用力磕向桌面，没几下的功夫，他就血流不止，自杀而亡。小爱并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。至于长腿怪的同伙到底是谁，凯叔的
的死让老黑气愤不已。至于13号，就在小爱进行审问的时候，卡姆的女儿竟然从屋顶跳楼身亡。老黑认为此案已经了结，而凯叔并没有所谓的同伙。难道这一切都是小爱想错了？然而，凯叔在临死前说的话始终无法让小爱释怀。于是，在女探员的陪同下，两人一同赶回了家。就在小爱进屋查看的时候，母亲竟然用猎枪偷偷射杀了同事。听到枪声后，小爱立马追到了屋外。此刻，母亲正用猎枪对准一个玩偶。小爱让母亲放下手里的枪，结果母亲却关心凯叔是否还活着。听到凯叔已经死亡后，母亲一枪打爆了玩偶的头，刺耳的噪音突然让小爱头晕目眩。没多久，昏迷的他就失去了意识。原来凯叔当年打着送娃娃的幌子，顺利获得了母亲的信任。得手之后，凯叔本想勒死他，但母亲为了活命，甘愿沦为他的帮凶。小爱被催眠后，凯叔就带着他的母亲四处作案。母亲是虔诚的信徒，所以扮成修女上门派送玩偶，而凯叔制作的玩偶里藏着恶魔的诅咒。被害人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遭到了催眠。再之后便是大家熟悉的剧本。当小爱再次醒来时，他的母亲已经消失无踪。紧接着，他接到了陌生人打来的电话，说是老黑女儿的生日派对，他快要迟到了。得知情况后，小爱马不停蹄赶到了老黑的家。此刻，小女孩已经收到了玩偶，而她母亲正在老黑的家里。小爱向老黑说明情况，但遭到催眠的一家人根本听不进。他本想阻止，可母亲的话却让他站在原地无法动弹。万万没想到，他的母亲才是幕后的始作俑者。在母亲的催眠下，老黑在厨房杀死了自己的妻子，眼看局面就要失控。小爱凭借顽强的意志冲破了母亲的枷锁。就在老黑举刀冲向他的时候，小爱果断扣动了扳机。母亲不愿就此罢手，面对母亲的威胁，小爱并没有手下留情。最终，他成功救下了小女孩。本想打爆玩偶终结这一切，但犹豫过后，小爱还是选择了放手。影片塑造了一个七宗罪的外壳，但手法和叙事却略显拙劣，反倒营造出了惊悚的鬼怪元素。虽然凯奇的出场时间很少，但他癫狂的表演却是游刃有余。以上便是本期内容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